Konnichiwa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返到嚟我路知嘅頻道啊！近年越嚟越多人移民，無論喺英國、加拿大定係日本，總會喺大家嘅 IG、Facebook 見到佢哋嘅新生活。有啲呢就 po 晒陽光下嘆緊手沖咖啡，有啲呢就 po 晒屋企後院同隻柴犬喺度玩，仲有啲呢會 po 晒喺奈良揾到理想人生。大家睇完會唔會心喐？會唔會問自己點解我仲困喺呢度返工？點解唔係我坐喺櫻花樹下寫日記呢？但大家要記住，移民呢件事永遠咧係報喜不報憂。大家睇到嘅係喺濾鏡底下嘅美景，睇唔到嘅呢就係每日嘅迷茫、壓力、孤單同埋無助。佢哋唔講出嚟，唔代表咧係冇發生；佢哋笑住影相呢，唔代表生活冇崩潰。點解要出呢條片同大家分享下呢啲諗法呢？係因為近幾年嚟呢，身邊真係有好多朋友會問，係咪拎住500萬英搞個簽證呢就可以過去噶啦？移居日本啊，就真係爽啦，日日可以食刺身嘆和牛喎。以為移居去日本就真係好簡單，俾錢買個簽證，幻想得太美好。我覺得啦，日本係世上 SSR 級移居嘅地方，如果行高度專門職計分嘅話呢，就更加唔容易啦。日本本身係冇移民嘅政策，移居呢全部只係附帶嘅條件嚟。基本上你喺日本長住係因為有另一件事情嘅需要，先會批個在留資格俾你。例如經營管理簽證係因為呢要喺日本管理公司，所以呢就批個簽證出嚟俾你留喺日本。喺日本角度嚟睇呢，就唔係因為申請者想移居。詳細有關移居簽證嘅呢，就唔喺呢條片度講啦。我哋之前呢都拍過另一條片有講嘅，有興趣嘅話呢，大家都可以睇翻噶。如果大家都諗住移居，唔好只係靠幻想，亦都咧唔好照跟人哋條路嚟行。每個人嘅背景、學歷、職歷、際遇都唔一樣，人哋成功就唔代表其他人都可以噶。不過如果遇到個肯分享失敗嘅呢，不妨聽下。成功就未必學到啦，佢踩過嘅氹呢，好大機會人人都會踩到啊。喺未決定嚟之前呢，起碼自己去住2-3個月試下生活，唔好淨係做旅客。特區護照定係 BNO 呢，嚟日本呢都有90日嘅免簽噶，你可以呢過嚟旅居3個月 feel 下先，冇十足嘅心理準備呢，就唔好放棄香港呢個 base 啦。而以下呢5個忠告呢，就係幫大家睇清楚現實，唔好衝動行錯一步，走咗一條冇得翻轉頭嘅路。移居呢件事呢，表面上就係拎行李、船運走晒啲家當，搭個飛機過新嘅生活。但其實對40歲以上嘅人嚟講呢，係由熟悉嘅圈子跌入零開始嘅斷裂人生。首先，身體狀況呢會明顯影響大家嘅適應能力。大家諗下，20幾歲嘅大家可以日日上上落落轉地鐵，行6層樓梯呢都冇問題。但40幾歲開始，膝頭又話痛，又肩周炎、腰骨痛、作息唔定時、免疫力下降，全部呢都會慢慢浮現晒出嚟。喺香港呢，就話有家庭醫生、中醫、阿媽煲嘅靚湯，朋友買下嘢嚟照顧下你咁樣。但係喺日本呢，就連睇邊間診所醫院都要研究一大輪，仲要自己拎住張國民健保卡去揾診所，乜都好似係啱啱出世咁樣，要從頭學過。其次，家庭責任呢係移居嘅一大隱形成本，好多人都會話我都未結婚，唔使嚟屋企啦。錯啦，即使係未結婚呢，都會有阿爸阿媽。阿爸阿媽年紀大咗，身體多病痛，開始入院做手術，甚至要人陪診。大家去到日本係咪要長期飛返嚟香港？一年來來回回10幾20次，機票錢大家預備好未呢？工作嘅時候係咪真係咁容易請假？大家有冇心理準備喺大家唔喺香港出咗事嘅時候，大家乜嘢都做唔到，唔通真係隔住個電話喺度喊咩？更實際嘅係，如果大家之後想接阿爸阿媽過嚟，日本呢係唔容易批出老人居留簽證㗎，尤其係大家自己都仲未歸化冇永住。日本呢係高齡少子化嘅社會，基本上呢係唔歡迎長者嚟呢一度㗎，怕會呢加重咗呢度嘅醫療同埋其他嘅負擔。我識得一個朋友喺日本呢結婚歸化埋，申請住喺香港嘅媽媽過嚟日本長住，搞咗2年呢都仲未成功啊！大家移咗居，可能等於呢同父母嘅距離呢越嚟越遠，直到佢哋病重嘅時候，大家先發現根本趕唔切返去。
總之呢，移居唔係單身自由嘅選項，而係一個人生責任大盤點。40歲之前做，仲有時間同埋條件，成家人成全呢件事情嘅發生。40歲之後做呢，就要諗清楚啦，準備得更加充足。大家係咪真係可以放低原有嘅生活，重建新嘅人生？好多人夢想移居日本咧，都會提到一個方案，我想開咖啡攞經營管理簽證，或者咧開間文青雜貨鋪，聽落浪漫，做落地獄。首先講制度啊，經營管理簽證咧係要求大家咧實際開展生意，唔係話咧有個構思咧就會批俾大家噶啦。大家要喺申請前咧已經揾好鋪位啦，簽好租約，設立好公司，開好銀行戶口，資本金咧至少係有500萬日元起，仲要遞交營運計劃書，內容就包括預算、損益預測、行銷策略、人手架構等等嘅。但係呢啲咧都唔係最難啊！你請個行政書士，又或者係信得過嘅移居顧問，俾夠錢咧就 OK 搞掂晒噶啦。最難嘅咧就係在留資格係同你盤生意掛鈎啊！即係話咧，如果大家蝕錢、冇營收、停業，一直都請唔到人，揾唔夠錢，交唔到稅，入管局咧就會覺得大家冇履行經營嘅責任，有機會咧就唔續簽俾你，取消你嘅在留資格，你都咪話唔大壓力啊！有朋友問過我話，喂，我喺香港都有開 IG Store， 照搬過嚟日本喺屋企慢慢做啦。IG Store 喺屋企做，唔使交租，又冇請人，仲質薄，唔使報稅添。但日本呢，要求係要做實體公司，樣樣都要做齊晒，仲要講人物、地理、市場需要。相信香港人如果有層樓喺手呢，賣咗佢拎到幾百萬都唔係難。雖然而家樓價跌咗一大截，但爛船都總有3根釘。見過唔少朋友賣咗層樓，攞住200-300萬嘅港幣資金，開鋪半年內蝕清，賠埋生活費。經營管理簽交唔到成績俾入國管理局睇，唔單止在留嘅資格續唔到，最後話連返香港嘅機票錢都要問人借。如果有富爸爸嗰啲都仲好啲啊，可以再申請 BNO Visa， 一家大細又去英國過新嘅生活，重新開始。所以如果大家真係想靠經營管理簽證嚟日本，請大家一定要喺香港做過實體鋪或者係公司，有營運、報稅、請人、投資嘅經驗，唔係淨係識得落單同埋寄貨。我都有朋友喺香港做下冇生意，執咗佢就話嚟日本拎經營管理簽證開公司，就連喺香港一個咁熟悉嘅地方都做到執咗，唔知道哪來嘅自信，會覺得喺日本做生意會容易過喺自己原本住咗幾十年嘅地方。大家以為移居日本就可以過住輕鬆慢活嘅人生呢？睇 IG 見人種田、飲咖啡、浸溫泉、寫書做 freelancer， 唔好俾累嘅呃咗啦。現實係日本嘅工資唔係高，尤其係初嚟報到又唔精通日文。如果嚟打工，基本工資就落到1300 yen 左右一個鐘。大家揾份一日做8個鐘，返足26日，可能都只係揾到港幣14,000蚊左右。但係大家住嘅都要俾租，食飯要錢，交國民健保、年金、所得稅、住民稅，每個月份收入最少打過7折。打工就難揾錢，創業又風險高喎。講得再直接啲，如果大家喺香港人工3萬蚊，住屋靠父母，食飯靠茶几，嚟到日本就要靠自己噶啦。唔用廣東話，冇支援之下，相信唔少人都唔係咁容易適應。唔係想打沉大家，而係想大家都知道，日本係一個好特別嘅國家，所有嘢都有自己嘅制度，例如工程師嘅資格、醫療護理嘅專業認可、會計師嘅資格，全部都有自己嘅一套，同國際認可係冇互換嘅機制噶。喺原本國家係專業人士都好啦，去到日本都係白紙。啲人話廢柴去到邊度都係廢柴，但如果去日本嘅話就連專業人士都變廢柴。大家睇醫生講唔出病徵，揾不動產中介就傾唔到租約，日常蕩失路問路又問唔到方向，淨係識講句すみません，咁就慘啦。學日文學到 N2 都唔代表大家溝通無阻，尤其當大家要面對現實社會嘅時候。
喺香港生活，有時咧可以講廣東話、英文，最差咧都可以亂咁爆粗，等人咧買你怕。但係喺日本咧，大家都係新移民，大家都冇特權，冇人咧會為大家咧去轉 channel 講中文噶，甚至咧冇人咧會等大家慢慢諗點講。尤其係打電話約牙醫洗牙、查銀行戶口問題、申請 WiFi、問稅務等等，全部咧都唔會同大家咧 email 慢慢嚟噶，一係就見面講，一係咧就電話講。唔識講啦，收線啦，拜拜。睇病咧就最得人驚噶啦，大家咧同醫生講邊度痛啊，但痛咧都有咁多種，脹痛、刺痛、陰陰地痛、脹住痛，都唔識點樣去形容。仲有咧，醫生又會問有冇痰啊，有冇過敏嘅藥物史啊，一大堆問題，唔識答啊，醫生咧都會俾止痛藥打發大家走，因為咧佢唔會冇風險咧幫大家斷錯症，拎到藥咧都未必完全對症。又例如係買屋簽約啦，文件幾十頁，全部都係日文，仲要識睇條款、火災保險條例、管理公司資料，唔睇清楚真係會俾人呃到冇聲出噶。雖然話咧可以揾個中介講俾你聽，但如果自己識睇嘅話咧，一定清楚明白好多啦。所以咧，移居之前咧，如果大家連 N2 都未考過嘅話咧，建議大家真係要冷靜，揾間語言學校再學多一年先。唔係話咧要講到好似日劇主角咁啦，但起碼要可以應付到生活，講明自己嘅需要，唔使咧再靠 Google Translate 過日子啊嘛。要記住啊，日本咧係一個唔講英文嘅國家，大家咧要靠自己先得啊。有一種移民後遺症，唔係生活困難，而係情感真空。喺日本，大家每日生活咧都簡單，但係疏離。搭電車唔敢望人啦，街坊咧就唔識打招呼，公司嘅人咧又唔會同大家講心事。朋友約會都要2個月前 book 定噶。大家會發現識人好易，但係連結好難。香港人咧就好講義氣噶啦，朋友一 call 咧就會出嚟食宵夜噶咯。日本人咧就唔係唔 friend，但係咧佢哋有明確嘅界線。工作咧就係工作，朋友咧就係朋友，私人嘅時間咧係唔會打擾人噶。大家想揾人傾下心事嘅話咧，可能只可以揾翻香港嘅朋友開 Zoom 啦。最諷刺嘅係，當大家喺 IG 打卡話終於實現夢想喺日本生活啦，但大家知道自己其實冇朋友冇依靠，唔知點樣行落去。所以呢，我唔係話一定唔好移居日本，而係要問自己真係準備好未啊？講到底，香港人移居日本可以從事嘅行業呢，其實唔多，語言唔夠流利，專業資格唔通用，文化背景差異大，最後呢，大部分呢都係落腳喺旅遊業、飲食業，又或者係做針對香港人或者係華人市場嘅生意，做地陪導遊、開民宿、做代購、做移民 agent。即係話咧，其實都係揾翻自己香港人嘅錢。大家諗住做翻日本人做緊嘅生意，搶本地客呢，真係唔容易噶。日本有咁多職人匠人，要好努力咁樣學晒佢哋嗰套，真係要超有毅力噶。我成日都話噶啦，只有日本人呢先可以超越翻日本人。日本人有地利、有文化背景，又有語言優勢，有網絡、有信任，大家點樣贏佢啊？除非大家提供一樣佢哋冇嘅，佢哋做唔到嘅，而且大家呢仲有可以長期維持競爭力嘅嘢呢，咁先得啦。同時喺日本生活，大家要接受一個現實，就係日本人優先係理所當然嘅。大家去租屋、排隊搞文件、揾學校、揾工都要比本地人慢半拍。呢個唔係歧視，而喺每一個國家都一樣，大家入屋都要跟人哋嘅規矩，唔好期望人哋會可憐一個講唔流利日文、啱啱落地嘅香港人，冇人有義務去體諒你噶。究竟一個國家係點樣睇一個新移民嘅呢？其實好簡單，大家有冇貢獻啊？其中一個最基本嘅指標就係大家有冇交稅呢？但唔止咁，拎住個經營管理簽證入國呢，仲會睇下佢有冇創造就業嘅機會，有冇令周圍嘅人生活變好啊？有冇守規矩、尊重文化呢？有冇幫日本解決問題，而唔係呢只係帶埋自己嘅問題過去？所以呢，要靠自己嘅能力留喺人哋嘅國家生存落去，係需要好大嘅準備、好大嘅努力噶。唔好幻想日本係逃離香港之後嘅避風港啊！佢只會係一個比香港更嚴格嘅社會。中意呢條影片嘅觀眾記得俾翻個 like 我哋啊！仲未訂閱嘅朋友快啲訂閱啦！仲有分享同埋留言啊！我哋嘅頻道會分享日本嘅旅遊、文化同埋移居日本嘅資訊。中意日本嘅你呢，就記得快啲訂閱我哋嘅頻道啦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